在北欧芬兰的历史长河中，硝烟曾与神话的光芒交织闪耀。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女性，既有着顽强的性格，又满怀着热烈真挚的情感。她们是芬兰美食的创造者，是如画美景的描绘者，更是芬兰文化与艺术的守护者。值此芬兰与中国建交75周年之际，雷探长踏上了这片神秘而又迷人的土地，在中文11级向导芬兰卡姐的伴随下，一路开启一场探索赫尔辛基城市故事的奇妙旅程。那么接下来呢，雷探长要去会见一位在芬兰呢有名，但是在中国呢更有名的一位创作者，他就是芬兰卡姐。如果你看过卡姐的视频呢，一定会被她11级的中文水平所折服。哎，卡姐 ，Hello， 不好意思啊 ，Hello， 终于见到了我们这芬兰大使卡姐啊。芬兰卡姐本名 Rebecca，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芬兰人。她可不是混血哦，人家从事中文导游和翻译已经20年了。2024年10月，芬兰总统访华，卡姐担任随行翻译。部长 is minister。我之前也当过部长，现在我是总统。凭借专业能力和对两国文化的了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今天卡姐还换上了给总统做翻译时的服装，展现出卡姐对我的热情欢迎。卡姐呢是在这个芬兰非常有名，但是在中国呢更有名的普通话呢已经达到了这个11级水平，但是准确的说是东北话。对，普通话还讲的不太标准是吧？卡姐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啊。所以我开始玩互联网的时候，我只是想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感慨，一些我的想法。然后我本来是想把这个两个人，就是真实的 Rebecca 还有这个卡姐，我想让这个两个人分开。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卡姐的名字叫 Rebecca 不就有一个世界名著叫蝴蝶梦啊？对，蝴蝶梦的女主角叫 Rebecca， 对吧？对，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叫 Rebecca。Rebecca 我一直老觉得是一个挺美的名字呢。他们很多人以为我开卡车的。卡姐，对，我觉得还是你们芬兰人社恐。你知道我这次来住芬兰的酒店，连个前台都没有，让我打电话问我的密码，我就上网上，所以我突然觉得你们芬兰人真社恐。我跟你讲一个更搞笑的，就是在我们这儿去预约那个理发师啊，有一个 special service 叫 no talking， 就是意思就是我预约你给我剪头发，别跟我废话。哦，哎，是有这么个服务，你可以，这个服务是带说话的还是不带说话的？哎呦，都到这地步了。卡姐没事，我做前景，你，然后我就不给你批了，然后这样子。把我所有的皱纹都给我拍出来是吧？你看人家小孩都给你挥手了，那芬兰小孩都给你。Why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Because it's tasty, delicious. Yes. How old are you? 14. 哇，吃到了哦，哇，吃火锅了。卡姐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火锅、吃川菜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冬天的时候就要吃火锅，因为它热嘛，我就觉得吃了就特别舒服。你吃辣的没问题吧？因为芬兰人不是都吃甜的吗？哪都是甜的。那不是，其实喜欢吃中餐的芬兰人能吃的特别辣，是吗？贼辣。你们芬兰人也敢吃这个鸭血是吧？鸡血、鸭血也敢吃是吗？啊，不是，芬兰有很多也是拿血来做的，好比说血肠啊等等之类的。卡姐啊，你这个你不用减肥，我看你本人其实又漂亮又这个五官又立体，减肥反而对你来说呢，再说呢是多余的。因为你平时生活中就是给大家呈现出那种快乐的感觉嘛，轻松的感觉，这叫心宽体胖啊！你说我要是瘦下去变得脾气暴躁，你说还得了对吧？瘦下去脾气暴躁，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卡姐是 AI 的啊，大家看吧，不是 AI 的，是真的啊。我说我要是个特效，我把我自己搞得像范冰冰，要不把自己整到20岁，你多好啊，是不是？卡姐常被网友调侃中文11级，尤其她与网友的中文对阵，让人们记住了这位说中文最标准的芬兰人。当王者遇上王者。你好，你好，美女。哦，哇，你这中文怎么这么好？可拉倒吧，你中文比我好，咱不用在这儿那个什么，互相吹捧啊。Damn， 我觉得是这样子，这叫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一桌啊，我们吃到全是欧洲各地供上来的啊，肉质特别好，来我来尝尝啊。
芬兰的阳春面啊，哇，香油，哇，芬兰的烤三文鱼啊，我们来尝尝。哇，果不其然啊，软软糯糯的。您是哪出生的呀？我是在芬兰出生的，我是出生在芬兰西海岸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只有差不多2000人的一个小地方。我就看到报纸里面登了一个广告，赫尔辛基市旅游局找中文导游。之后我一去了之后，500个人考这个，哎，没想到说还真考上了。我以前做翻译的时候，全部都是讲那个嗲嗲的，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大家好，我今天带你们去看我们芬兰最出名的公司叫诺基亚。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去他们工厂参观，好不好啊？太像了。那你这个夹子音是从哪儿来的呀？我小时候不是在台湾吗？夜里面呢，跟这个卡姐呢，到这个马路上来压一压啊。然后我们路过这个吃太多了，吃撑了。自然博物馆，大家看一眼。自然博物馆到了夜里看还真的是挺棒的。哇，这些房子感觉有历史了啊。对。有几百年了吧，感觉都石头房子。哎呀，我拿我自己家钥匙开这个门。这是地道的这个芬兰民居啊！哇，我们看到这个芬兰这种筒子楼里面的电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电梯，自己把自己锁进去。哇，里面只能有2人。不是，可以3个人。3个人。然后你还得把那个门给关上。好的。好，然后这个再拉上，这自动拉的。我们看看外面，就是这样，手伸进去可是。千万别把手放出去。比较危险啊！我还以为你们就是素质高到什么都不怕的。芬兰人油烟少，所以他们这边都厨房比较干净，但是也是有油烟机的。他们油烟机跟我们比起来功率呢，可能没有中国那么大，但是也有啊，也是这样子的。他们也是4、5个灶。离婚的观念是什么样的呀？我不知道离婚率高吗？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应该全球离婚率都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可能欧洲的这个离婚率呢就有点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结婚了，那芬兰也是不结婚了。他可能反正是至少第2次他就不考虑结婚了。对，他有过1次失败的案例之后，他很多时候他就觉得我就跟你过了，就不会去考虑就是我再去结婚。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就是不管是我自己的父母也好，或者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离了之后还能做朋友，就是好比说，就是对孩子来说，就是这个礼拜爸爸在，这个礼拜妈妈在。哎呀，卡姐啊，你看现在好多中国的这些男青年是不是都让你找对，让你介绍对象对吧？对。那介绍对象，这芬兰的这个姑娘好找吗？我觉得其实是有难度的吧。不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不能找，但是可能像中国人结婚都是特别理性，那外国姑娘可能比较感性，这个有好有坏吧。其实我觉得最好一半理性一半感性，可能就更好一点。其实中国男性的总想着，哎呀，是不是要交很多钱才能找到啊？或者说是他们是喜欢中国哪一款？是不是一定是那长得挺欧式的那种男生呀？在国外你也知道，我们芬兰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些容貌焦虑啊，我们也不会那么在乎这种外表。对。所以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内在。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在芬兰找不到对象，是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对，确实，我也有同感。我觉得第一语言要好能聊，第二呢能够给这个女孩带来情绪价值，能逗她开心，她觉得你很有意思。对，那她就都是能够超越金钱的。真正想过日子，那肯定是我跟你在一起很舒服，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爱好。您给中国的这个男青年提一个意见，或者说你就觉得中国男性在这上面缺点啥呢？我觉得中国男人最缺的是自信。自信？看，要还要自信，哪方面自信？不是，我觉得其实一个自信的人就是很漂亮，哎，还真也是很帅气。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行，你知道你这个人有人格魅力，你也知道你有内涵，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不能说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你才去改变你自己的臭毛病，所以自信满满的人才会出门遇见可能适合你的人。我发现我自己体会就是很多西方女孩她对东方男孩她本身是好奇的，这个好奇点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了。那后续就看你们的交流了，就是你的需求了。一定要让自己的男人觉得他是
在照顾你，不一定是钱啊，但是就是说一定要让他觉得他是能照顾到你。那女人同样的，我要感觉我自己是被照顾到的。中国男性呢比较看重这个女性的这个美貌，但如果说完全以这个美貌去出发点的话呢，也不见得有好的这个结果，因为年轻的女孩呢，她知道你只是看重她美貌的话，也不是真心爱她的话呢，她也就会反过来图你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的理解啊，它就变成一种交换了。然后我奶奶就是在医院上班。医院上班啊？对，就是他们都是，我爷爷是做药的，然后我奶奶就是护士嘛，然后就是他们专门去那个什么山上啊，去给那些山地人打针看病啊，电话里面根本人家听不出他是外国人。是吗？说明你们一家人都有语言天赋。他是真有语言天赋。奶奶37岁去啊，对，然后呢，他可不是小时候去，从头开始学中文啊，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学不会。芬兰卡姐的家族与中国渊源深厚，爷爷曾在台湾行医20年，爸爸在台湾上学。卡姐家中排名老大，她有3个弟弟，最小的是妹妹。大家好，我是卡姐的女儿。我妈妈跟我说，很多人想跟我结婚，但是对不起，我才10几岁呢，等10年吧。卡姐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如今她已经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嘉宾解说，赫尔辛基中国庙会的搭建，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可是有一个问题，就别人老觉得你像中国人，你内心难道不慌吗？觉得你看老没把你当外国人看，对吧？其实我从来没有学过中文，一直到差不多10年前，我是个文盲。就是等于说，连我结婚的时候哪儿签字啥的我都不知道，我得问别人怎么签，我就不懂，我看不懂。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中国生活嘛，那就是因为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混出来了吧。就混出来了。所以可能也是就是有幸接触了很多高人，然后呢，就是每次就可以进步一点点嘛。我觉得要不然你接触这么多中国人，你跟我们这个中国朋友谈谈，就是你印象中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说实话，中国这么大，14亿人，你说去说中国人都是怎么样的，可能有点以偏概全吧。不公平啊！对，有点不公平，也有点那个什么，因为我觉得南方人跟北方人性格有很大的差距。然后我想了很久，其实我最喜欢中国的什么？我喜欢中国的人。因为其实一个国家它能给你什么样的感触，什么样的感受，那些其他的东西它都是硬的，就是像什么历史啊、文化呀这些东西，它都是冷冰冰的，只有人才是温暖的。就是你能喜欢上一个地方，肯定是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也发现就是有很多老外，比如他说喜欢中国，但是像卡姐这种的，完全是把中文都已经吃透了，我觉得那是真的喜欢，而且又嫁给了中国的男人，就爱屋及乌。你爱一个地方的话，你其他的都会跟上，所以卡姐是真的喜欢中国。这一天，我在芬兰卡姐的陪同下，前往芬兰中世纪建筑保存最完好的古镇波尔沃。这座古镇距离赫尔辛基50公里，离俄罗斯圣彼得堡直线距离328公里。由于整座古镇都是木质结构，也被称为芬兰的木质结构博物馆。总统在，因为有人在里面。我们芬兰人可省钱了，就是总统一出去了之后，就他外面没有冰也没有灯。这个天气，这贵人出门遭风雨吧。所以这个雷探长来了就没办法。嗨，大家好，我是冒险雷探长。此刻呢，雷探长来到了赫尔辛基以东的一个古老的小城，叫做波尔沃。波尔沃呢，从字面意义上怎么理解呢？波尔呢就是古堡，沃呢就是河，也就是说是一个河边古堡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几百年前从中世纪呢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些古镇的一些样貌。对，因为波尔沃是芬兰第2老的城市，这个城市它是相比之下比较有历史，包括它这个城市也比较特殊，因为在波尔沃呢，它的人口比例30%多是母语瑞典语，包括在全芬兰最老的巧克力厂也是在波尔沃，就是这个牌子，就这个牌子啊。哇，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巧克力。Hi, what is the best chocolate here? What do you think?
I'd say the truffle or the kisses. Can you show me? Yeah. So you can try them over here. What do you think? This good? Yeah, it's really good. It's our most popular one. Yeah. Oh. And then we also have the kisses, and you can also buy them as individuals. This is the salt licorice. Salt. I think we have some 甘草糖是吧？其实最适合中国人的，我认为就是这个，是吧？它带大米的。大米的可以的。 Thank you. 卡姐，你说他们巧克力工厂雇营业员还要考虑颜值吧？肯定，其实，在欧洲是违法的。这个东西是你原则上是不能挑的，但是其实，你一看人家，你去赫尔辛基的咖啡店，你看都是前凸后翘的，金发碧眼的。还真是，我也发现了。你说像我这种的没人请了，但老太太，但人家一看就是那个国际导游。对，我们有不同的魅力。波德沃呢，在18世纪的时候就有过一场，比较悲剧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说来很搞笑，又变成一个旅游的一个亮点。波德沃很知名的就是鱼，还有鱼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18世纪有一天晚上，有个大姨在煮鱼汤的时候，把整个村子里面200多房子基本上全烧没了，剩下5栋。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它房子隔得这么近，其实一个点着了之后呢，基本上都着了，全没了，全是木质的啊。对，全是木质的房子，只有它地基可能有点石头。有条件的买自己的地，自己盖一个，自己盖房子这绝。那么来芬兰是可以买一个地自己就可以盖是吧？啊，对是，但是当然要批的，就是你首先这个地是不是允许盖房子，不是说我随便买一块地我就可以盖。那一个外国人来这能够盖自己房子？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买地，可以盖房子，当然是有一些程序没有我们买房子那么方便。透露一下大概多少钱能买一个地盖个房子？其实你知道吗？在芬兰有一些房子，现在老房子盖好的房子，可能1万欧元，就是在农村，就比较偏僻的地方。1万欧元已经盖好的，你拎包就能入住了。对，然后还100多个平方，我上次看了。还带一个什么3000多米的院子。那可是外国人来这呢，是把它租下来还是买下来就可以？你也可以去买呀。就这个价格，同样价格范围。对，但是这种地方肯定是很偏，就是不太方便。就芬兰人可能不愿意住，因为他可能没有他那边周围也没有什么可以上班的地方。可是那地方有网络吗？会有网啊，也有电，也有那有网，也有水就行了吗？现在人都是哀人时代，对吧？对，你知道哀人吗？对，是新冠疫情的时候，很多芬兰人都搬到农村。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看，在这个波尔沃的。这个普通人家的这个窗户这个地方啊，但这个建筑呢，看上去呢还是有点建筑水平的，里面呢很华丽，然后呢通过这个玻璃呢，干干净净的玻璃，能够看到这么一个物体啊，大家就猜猜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待一会儿呢让卡姐给我们解释一下。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卡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古人没有电视，是不是有的时候挺无聊的？所以呢，他们又是贵太太，像住这种房子的话，肯定是有钱人，有地位、有身份，他也不可能说趴着玻璃，盯着别人，他就觉得尴尬，所以他们就想到用这种方式可以偷看邻居。偷看邻居，所以这个叫八卦的镜子。八卦是个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就是感觉想讨论一下是是非非的啊。对，其实很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不八卦，其实是个老太太都八卦，就是都是好奇。是吗？可是我印象中芬兰人不是那个挺高雅的吗？走哪都是很高冷的吗？也有八卦的是吧？有，这是人之常情吧？哦，原来芬兰也有八卦。哎，那卡姐，那芬兰有没有那种的，就是那种？你我不是你个有人就有江湖，什么人都有。那有没有那种的？你要这样的有吗？芬兰人其实逼急了也能跳起来的。来，我们俩试试啊！预备，走！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这个脸打你？怎么像不像啊？像不像啊？就我们这八卦镜里面就都看到我们了啊！对。哎呦，这个那我们赶紧对，别给人看到了，赶紧走。We are actually visiting here after a long time. Yeah. But we think it's very cute. Yeah, I think it's cozy. It's like, small but beautiful and old. And, yeah. I could live here. 谢兰院长呢是在这个赫尔辛基的郊外啊，我跟卡姐来
打卡一家麻辣烫。这个麻辣烫呢，号称是这个世界最北端的麻辣烫。谁说芬兰没有人？谁说芬兰人走路间隔1米？你看乌泱乌泱的。是啊，是。哇，这有一位小公主啊，这一位小公主。哎，我看到麻辣烫了，极光色啊，然后极光色是世界最美麻辣烫。吃饭的人很多。我已经开始了。您开始挑了啊！关注你很多年了，原来在YouTube上经常看你啊，是吧？啊，哇，这有些芬兰人在这吃麻辣烫，要不然我们去问问他们是什么感受。Why do you like 麻辣烫？ It's different, and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ve eaten before, and I like that you can kind of grab all the stuff that you want to add yourself, and then they prepare it ready. And it's also nice that they make it in the soup and not like fried, where you usually get it. I think it's just tasty. Interesting, different. Yeah, it's unique and tasty. You first eat Chinese food? No, it's my third time here. 哇，他们跟我说他们是缅甸来的啊，缅甸现在还好吗？情况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跟以前一样的。对。是好还是不好呢？不好吧。不好。对，希望会更好的。那谢谢你啊，慢用慢用，好的好的。谢谢你。雷站长爱吃蟹肉，我们来点蟹肉。来，我就快速的拿点豆芽，转眼拿了。不便宜。多少钱啊？啊，就是我上次来吃的时候，我称了一下，28块8。就是欧元。欧元啊，不是赫尔辛基好像就这一家。就这一家。对，芬兰也没有。我就要喝小朋友爱喝的。菠萝的。哇，这饮料真好喝啊！一股那种。对，你看你喝芬兰的，我喝中国的。就这是芬兰小饮料，小朋友喝的啊。这是麻辣微辣给你。哦，麻辣就是微辣的啊。对。啊，可以可以。慢慢吃。这是你亲自做的是吧？越南小伙。哦，你越南小伙。师傅做的。师傅做的。师傅做的。但是其实越南语学中文还是有点接近的，有些词儿是很像的，是吧？对，很像，有很像。简单那会儿。哇，大家看可了不得了！现在呢，我跟卡姐呢在这吃地球最美麻辣烫啊。对，就是不管就是很好吃的西餐，就是包括芬兰有很多食材也特别好，但它没有那种就中餐的那种香，就能让你嘴馋。我明白了，三文鱼汤呢，其实芬兰人也不会觉得很馋，但一旦做成了水煮鱼。对，三文鱼水煮鱼，一下子食欲就上来，能吃3大碗米饭。哎，没毛病，没毛病啊，没毛病。对。现在呢，在这个赫尔辛基的暮色下呢，雷天长来到了岩石教堂。那因为呢，它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堂，它是利用大自然呢开发出来的一个石窟。因为它主要是我认为任何信仰的人，进到这个教堂里面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这种大自然。所以其实它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平静。Why is this church so beautiful? The rocks. The rocks. Yeah. Yes. But you believe Christianity? You believe? And Jesus saved me, and it's been next to us. Why do you come to library? To study. Right now. Study, Yeah, there's a lot of space to study and it's close to like it's not a long distance away. Yeah. You're Finland people? Yeah. Okay, thank you. 不过说起这个赫尔辛基，我突然想起到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波罗的海呢，就是波罗的海3国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实际上，波罗的海的沿线国家很多，也包括俄罗斯。It's cold. Right now, it's not that cold, no. No cold. It's colder where we live right now. Yeah. You think here is expensive or Switzerland? It's the same. Same, yeah. Quite expensive, actually. Yeah. Okay. You're very beautiful and handsom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很拥挤，坐得很舒服。这个本来是这个比较拥挤啊。对你是腿长，我是屁股大。这还挑什么呀？要不是卡姐带我来这儿，我还没机会吃这个芬兰菜呢啊。150年前，这个餐厅的来的这些芬兰艺术家特别多，像我们国家那个最知名的音乐家西贝留斯，还有什么写那个国家写诗的。大家看，这应该是热红酒是吧？对，红酒是热的啊，真的有这个北欧特点。来。
这个杯子也很好看，里面泡的是蒜是吗？大蒜？不是杏仁。杏仁，对，我开玩笑呢，我就觉得因为我中国泡糖蒜不是在一个醋里面泡着吗？有点像。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爱沙尼亚人觉得自己是斯堪尼亚半岛的后裔，那不也就是可能是跟芬兰人是有血缘关系的，这是真的吗？不是，这个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句话是真没毛病啊，真的。对，因为芬兰人跟匈牙利人还有爱沙尼亚人，就是我们这3个国家莫名其妙的分到欧洲各地。爱沙尼亚人，就是到了芬兰，他们基本上他们可能听得懂我们的7成。哦，是吗？我们可能7成呢？对，我们只能听得懂5成。那么应该是近几百年确实是有关系的，那么怎么7成都能听懂呢？不是，我们应该都是从同一个地方，从乌拉山后面过来的。Hello, I'm YouTuber. Today is whose birthday? It's a long story, but the little guy that I was au pair in Italy, and I was taking care of a kid called Federico. He's going to turn 6 years old today. It's Children's Day. So today is his birthday. Your friend and father, mother come here? Yeah, I did that, and then I'm waiting the family to arrive.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大家看，这是几个三文鱼汤啊，他们这三文鱼汤上面有一块很大的三文鱼，里面的感觉像牛奶一样，就白白的。其实三文鱼汤有很多不一样的做法，在家里面的话，我们会切成块，然后是跟着那个一起煮。但是如果那样子一起煮的话呢，特别容易把这个三文鱼的肉煮老了。哇，大家看啊，鹿肉肠、鹿肉，还有土豆泥。注意这是驯鹿啊，就是大家觉得最可爱的那种动物，驯鹿。实实在在的肉。驯鹿肉的脂肪特别少，所以它算是一种很健康的一个肉类。芬兰卡姐带着我们在赫尔辛基游历，她就像本行走的芬兰文化史书，一路讲解，让芬兰深厚的历史文化不再抽象，我们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卡姐能用中国式表达侃侃而谈，打破文化隔阂，展现真实芬兰，是中芬友谊的使者。正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即便远隔千山万水，中芬友谊也定能跨越距离，历久弥新。与芬兰卡姐道别后，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芬兰玉是芬兰的国粹，在芬兰家家户户甚至全国上下都有形形色色的蒸汽浴室。下一集雷店长一路向北，跨越北极圈，去寻找芬兰最酷的蒸汽浴室和极光下的奇